我睁开眼睛，熟悉不过的天花板和房间环境仿佛是一场梦。望向熟悉的摆设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我坐起身来，感受到床单的柔软。刚刚那是梦吗？但猛烈的疼痛和恐惧告诉我，那都是真的。心里却充满了对前世的不甘和愤怒。我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了完美的爱情，但结婚后才发现，一切都只是他的伪装。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只是觊觎我家中的财产，而小三更是他的帮凶，联手造成了那场让我死去的事故。死亡前的不甘心还历历在目，绝望、痛苦，还有心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要面对这一切，决定要复仇。我重生了。这个意识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震撼，让我差点无法呼吸。那个悲惨的婚姻，那个自以为得到爱情的我，那个最终让我走上绝望的渣男。我不禁握紧了拳头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和冲动。但是现在我有机会可以重来，我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结婚之前的时光，回到了2020年3月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，确认我真的穿越了。但这次我不再是那个傻傻的女孩，我带着重生前的所有记忆，所有痛苦，回到了这个时间点。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向那个背叛我的渣男和小三展开复仇。张凡成、郑薇安，你们等住，我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我仔细地环顾四周的房间，这是个温馨而雅致的卧室，粉色的墙壁和柔软的床单让人感到舒适，是以前的我喜欢的摆设，是我自己住的时候挑选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重新聚集起自己的思绪。复仇的计划已经开始，我必须假装不知情，等待时机的成熟。这将是一场风暴，一场我自己的复仇之路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正思考住接下来该如何行动。突然手机响起，我拿起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时，张凡成，也就是那个渣男，心中忍不住涌起一丝厌恶，但我必须假装一切都很正常。我按下接听键，努力让自己声音平静下来。喂，凡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舒雨，我们今晚一起吃晚餐吧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热情，但我知道那只是虚伪的表面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这个渣男虽然表面上装的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的真面目。他只是想要控制我的一切，想要占有我的财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晚上6点，我们去哪里吃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淡。我已经订好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我来接你怎么样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得意，我心中冷笑，这个男人居然还以为我会听他的话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揭开他的真面目的时候，我必须保持冷静，等待时机的成熟。好的，我等你。我嘴角勉强挂起一丝笑容，好不容易结束了通话，久久不能平复，手还止不住的颤抖。这场复仇才刚刚开始。我和张凡成约好了晚上6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面。我穿上一套浅色连身裙，让自己看起来显得清新而优雅。张凡成按时来接我，开着高级轿车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。他穿着一套西装，看起来英俊帅气，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，是曾经的我最喜欢的样子。舒雨，坐吧。他温柔地替我拉起椅子，我微微一笑，感觉到他的殷勤，但心中却是冷冷的。我知道这个男人的真面目，知道他对我的利用和欺骗。我们点了菜，开始享用晚餐。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亲密无间，仿佛一对爱的夫妻。我们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婚礼，讨论着是婚纱的事宜，讨论住我们的未来。舒雨，你看我们过几天就要去试婚纱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张凡成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期待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很期待。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很期待。我们结婚后一定要去很多地方旅行，好好享受生活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我也很期待和你一起去旅行。外人看来，我们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两人之间充满了爱意和默契。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只是一场表演，一场为了复仇而做出的表面。而这个男人对我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情，他只是在利用我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不让任何人发现我的真正想法。我必须等待时机的成熟，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我们讨论着婚礼的事宜，他一派风度地听取我的意见，但我心中明白，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场阴谋。晚餐过后，他开车送我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我却感到一丝不自在。舒雨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吃饭，我很开心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温柔，我勉强笑了笑，我也很开心。凡成，他停下了车，靠近我脸上，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。他仿佛要亲吻我，但我推开了他。我们明天见，晚安。我冷冷地说道。他露出了一丝困惑的表情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
好的，晚安。我下了车，看住他的车离开，压下心中的不安和愤怒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当我坐在家中的沙发上，回想着婚礼的准备时，一个名字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：郑薇安。他是我曾经的好友，我们是不同部门的同事，明明是我的好朋友，也知道我的男友是谁，他却情愿当个第三者，与他一起背叛了我。我想到了他，我必须打探他现在的状况，想知道他对于我要和张凡成结婚是什么感受。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他的号码，几声铃声后，他终于接通了电话。喂，薇安，是我舒雨。舒雨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熟悉的笑容。我忍住了心中的愤怒，尝试保持冷静。我想问问你最近有空吗？有啊，要一起出去逛街吗？虽然逛街也不错，但是我是要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，我下周要去试婚纱，你有空吗？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上一世我也是这样邀请他的。听到我提到是婚纱，他的声音中稍微多了一丝疑惑，但他很快就回答道：当然可以，我很乐意陪你去的。我心中冷笑，我知道他是不会拒绝的，他一定会假装开心的祝福我，但我知道他心中一定是不开心的，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下周见面吧。我假意的笑了笑。好的，下周见。他也回答道。我挂掉了电话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薇安曾经的好友，现在却是我最大的敌人之一。我想到了我们一起试穿婚纱的情景，他一定会表现得很开心。曾经我有多开心，现在看来就有多可笑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假象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搞上的，只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更早之前就已经暗通款曲了。试穿婚纱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我早早的来到了婚纱店，心中充满了平静，毫无波澜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还傻傻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吧。我穿上一套美丽的婚纱，站在镜子前，看住自己在白纱中的身影，想起第一次穿上时的情景。不久，郑薇安也到了，她穿着一身得体的服装，脸上挂着一丝灿烂的笑容。我假装不知情的迎接她：薇安，你来了，我真的很高兴你能来陪我一起试婚纱。她笑着点了点头。当然，舒雨，我也很高兴能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他的表情真是虚伪至极。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。张凡成也到了，他看到郑薇安时微微一怔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冷静。他们彼此打了招呼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不熟悉的样子，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猫腻。我故意装作忘了告诉张凡成薇安也要来的样子，假惺惺地问道：凡成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薇安也要一起试婚纱，你会介意吗？他的表情稍微有些犹豫，但很快又笑着回答道：没关系，当然不介意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他没有去演戏，真是可惜了他这一身戏骨。我独自进入了更衣室，开始试穿不同款式的婚纱，但我提早到就是为了设置窃听器，想听听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会说些什么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